今天上午啊，有一对相亲男女是先后找我告状，就挑那饭点，我这中午饭我都没怎么吃，那简直都是各种痛批对方的这个不好啊。起因呢是两人呢是婚前试婚了2个多月，结果呢过的呢是一地鸡毛呀。男士呢是93年的本科是一名培训讲师，生活呢也是比较能说会道的。女士呢是94年的大专企业的一名采购。两人呢是今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给他们介绍认识的。他们见面天我就印象特别深俩人刚碰面的时候男士就很热情夸赞这个女士是这儿好那儿好，人好性格好等等的一串彩虹屁。女士呢是被吹为捧的也是有点飘飘然一个劲儿的捂着嘴直笑呀。咱就该说不说，为什么有些男士他总是相亲老失败？你这起点就比别人落后了呀。见完面之后这个男士夸女士是性格温柔善解人意，女士夸男士是行为绅士也很关心人，那真的是相见恨晚就这样呢，两人认识了有1个多月之后就确认了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呢也是很甜蜜三观合适，性格合适，哪都很好在一起3个月之后两人呢决定婚前试婚。女士呢就搬到了男士那里不是不知道，一试那简直都是一地鸡毛刚在一起的前半个月两人特别的和谐，男士送女士是上下班，晚上呢一起去外面吃饭，偶尔呢买点现成的回家再来个烛光晚餐，这今儿吃牛排明儿吃龙虾，这周末再来个涮个火锅，好是甜蜜可奈何钱包不允许于是呢两人呢就决定下班回来自己做饭吃饭。这一开始是男士买菜，女士做饭，但男士有时候下班比较晚就有点耽误，这没办法姑娘是早下班回来就去买菜回来做饭，男士回来呢就吃现成的。之前男士还刷碗慢慢的就不太想刷了，这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就开始玩游戏，理由是自己下班晚太累了。这姑娘心里就有意见了都上班，凭什么就我做饭给你吃呀？两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姑娘是比较爱干净的，男士就邋遢一些，每次下班回来这个脱下的袜子就突脱成一个球塞到鞋里，第二天早晨再打开接着穿。就因为袜子这事这两人吵了好几次。姑娘呢每次让他晚上把袜子给洗一下，但男士说没臭味不用洗。两人就因为这件事情都不欢而散。周末呢两人也是各种矛盾不断。姑娘想去看电影逛个街，男士说看电影就回家看还免费，这结了婚以后还是要过日子的，不能太浪费了。姑娘呢就越来越有意见觉得两人的三观是严重不同后来就有一次这个姑娘到了生理期嘛，这个肚子疼，男士就给她买了一包红糖扔到桌子上，这个姑娘呢就要求男士给她冲好，男士就觉得她太矫情了，又不是不能自理了。就因为这事儿俩人又吵了一架。这个家务也是吵架谁都不想干。姑娘的理由是这还没结婚呢，又不是我家，为什么要我去做保姆？男士觉得生活在一起那就互相帮助家务就一起来干。另外这男士有抽烟的习惯，以前觉得这个男士抽烟挺帅的，后来觉得这家里烟灰到处都是，而且还很呛人，就受不了。还有就是这个姑娘这个洗衣服从来都不用手洗，一件裙子都要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男士现在太浪费水了，而且呢只洗自己的衣服从来也不给男士这个洗衣服。女士有意见我干嘛要给你去洗呢？就这样呢两人呢每天生活在鸡毛蒜皮的争吵当中男士说姑娘是特别的斤斤计较，不止矫情还作。姑娘说男士有大男子主义生活邋遢，脾气还不好。最终试婚2个多月之后宣布了分手，互相埋怨对方都是试婚惹的祸大家支不支持婚前试婚呢？那关于试婚的说法真的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但你要是决定试婚同居在一起，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试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们生活在一起互相挑彼此的毛病，而是要在出现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沟通，学会互相去退让，互相理解和包容，这样的试婚呢才会修成正果。两个人在一起性格不一样，一定会出现矛盾。那这段感情能否长久幸福，不是看你们卿卿我我有多甜蜜，而是要看发生矛盾的时候是否会处理，是否愿意去包容对方，去理解，去妥协，这才是试婚的目的当然一定要坚决拒绝那种以试婚为理由却不想以结婚为目的的流氓行为，太可耻了。最后问问大家你们接不接受婚前试婚
今天呢，一位43岁的未婚女士跟我说她后悔了。我听完后是真的非常有感悟。她说的话呢，我分享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勉。希望未婚的伙伴们一定要听完。她说，曾经在24岁我谈过一个男朋友，两人谈了3年多，他对我非常好，他也是我现在最后悔错过的。那时候我们住在北京只有20多平方的地下室里，每天赶地铁去上班，他发了工资都会带着我去买衣服，去吃好吃的。我们计划着攒钱买房结婚。那段日子啊，虽然穷，但却是我过得最开心的。因为男友家是外地，而且家里条件差，在北京和我们老家那里啊都买不上房子，父母就坚决反对。我也觉得攒钱买房啊太难了，于是呢就提出了分手，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来找对象。从27岁开始，我就不停的相亲，最多的时候一个周能见2到3个，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大多数都是我看不上对方，有感觉的呀条件太差，这条件好的呢，要么长得太丑，要么个子太矮。我就想找一个看得过去的，起码出门啊不至于别人说呀怎么找了这么个人吧。于是呢挑挑拣拣的，一直到了30岁，我真的开始着急了，开始发慌。那一年呢，我遇到了一名同龄的船员，年薪20多万，有车有房，都装修好了且没有贷款，个子呢也挺高，我觉得各方面呀都凑合。我就开始试着和他谈恋爱，但却发现呢他情商低，说话直，我生气了都不会吼，越谈越觉得他不是我喜欢的人，我们没有话可说，感觉就很尴尬。我于是提出了分手。那一年呢，我妈骂我说我挑3拣4，可我也只是想找一个我喜欢的。后面2年呢，我干脆直接摆烂，因为家里催婚催得我好烦，我干脆不想结婚了，摆烂吧，活着一天算一天。直到我33岁那年，母亲重病，临走之前呢和我说最后悔的就是拦着我，没有让我和第一个对象结婚。那个小伙其实他挺喜欢的，但是因为怕我结了婚吃苦，所以拒绝了。我听完呢，心里是五味杂陈，但是为了照顾母亲的感受我就跟他说，我本来也不喜欢那个小伙。最后母亲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开始悔恨，我已经33岁了，为什么还要去挑挑拣拣？和谁过不是过呢？之前好多物质条件也不错的，如今人家都结婚了，我却还高傲的单身着。接下来的2年，我进入到了疯狂的相亲阶段，到处请别人给我交对象，各种婚介，各种平台，我能去我都去，但是我还是没有嫁出去，因为大多数都是别人嫌弃我年龄大了，我再怎么精致打扮，依然掩盖不了眼角的细纹。还有那些不想找单亲家庭的，这是让我最受伤的。可是我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后来媒人接二连三的跟我说现在没有合适的了。我知道他们已经不想给我介绍了。接着呢，我开始找离异没有孩子的，结果长得丑的我还是不喜欢，条件差的我还是看不上。我再怎么劝自己我都做不到。最后我们这边的媒人都传开了，都不愿意给我交对象了。我开始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当中。我错了，真的错了。希望遇到一位有感觉的就可以，我也不挑了，也不要求什么物质了。39岁那年，因为出差遇到了一位聊得来的男士，离异不带孩子。我以为爱情终于眷顾我了，却发现呢，对方有一个瘫痪多年的母亲需要照顾，我又拒绝了。直到今年我43岁了，人生过了一大半，我才知道我活的是多么的可笑。当初遇到的那些哪一个都比现在的这些男士要好。我后悔的不是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结婚，而是我曾经过分的追求感觉和物质，导致我错过了很多。我希望那些正在相亲或者大龄的未婚姑娘听我一句劝，遇到一位对你还不错的，条件也可以的，能结婚就结婚吧。世上没有那么多的缘分可以遇见，年龄对女人来说太重要了。过了30，你就会发现你遇到的男人一个不如一个，不是让你将就，而是不想让你去后悔。希望你好好珍惜年轻的这段日子，找到幸福。今天呢，我拒绝了一个99年来找对象的姑娘。其实我现在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她的年龄真的很好，但是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让她会有现在这种思想，择偶要求真的是非常赶要。这个姑娘呢是99年的，
长发齐腰啊，长相呢就是比较漂亮，而且看着也很文静。起初呢，我看到她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的，因为年龄好呀。但是我又特别害怕，因为这个年龄如果提的择偶要求很离谱的话，那就相当于一颗定时10年的炸弹，比大龄剩女啊，比普信男呀那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呢，就是你越担心啊，他越来什么。这个姑娘呢，就是去年刚大学毕业，现在呢也没有上班，在家里去备考那个老师。父母呢亲戚啊，就是催着她呀抓紧找对象。于是这个姑娘就跟我联系啊，这择偶标准呢一共是9条，而且要求是缺一不可。这第一条呢，就是净身高180以上，体重不能超过160。第二条呢是年龄在25到28岁，事业有成者，年薪50万以上。第三条呢是房子呀必须全款，在市中心，面积不能低于120平，而且是豪华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那种。这第4条啊就是本硕以上学历啊，博士优先考虑。第5条呢是父母家庭条件优越，本地有住房，身体健康，有退休，爱干净。还有一点就是穿着打扮要洋气。那关于这个呢，我还先问了他一下啊，为什么要求洋气呢？他说呢，奶奶带大孩子呀，如果太土啊，会影响孩子智力。这第6条啊，就是要求男士啊是长相帅气、好看，会疼人，会照顾人，会做饭，会收拾家务。后面几条呢，我就不详细说了，大概就是啊，睡觉不打呼噜，这个吃饭不吧唧嘴，爱干净，爱打扮，说话好听，情商高等等。具体啊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很多。还有一条啊，就是男士的皮肤要白，这个手指啊要细，会浪漫，会唱歌。以上这些要求是缺一不可呀。我听完当时的表情都是蒙住的，就是在现场我待了真的是有2到3分钟，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提这些要求。因为他给我的这个外表印象就是那种很乖乖女啊，很听话也很温柔的感觉，但是我就没有想到他的择偶要求啊就是这么的不切实际。我有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提要求，他说自己啊足够优秀，而且配得上，说自己身材好，长相也漂亮啊，正在考老师，这个男人呢都喜欢找老师当对象。我听完了就劝这个姑娘，你把男人呢看得太肤浅了，你找对象只是寻求满足自己，却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本能够满足别人。说的现实一点，满足这种要求的男人，电视剧里都不敢这么虚构。最后呢，我就委婉拒绝了这个姑娘。我说啊，先回去安心考试，考上老师啊，在社会上历练一下，再来找对象。最后我想说啊，不论任何人来找对象，你只有先看清楚自己，才会看清楚你的婚姻。最后保佑啊，所有的这个小精灵们，你们许愿的时候一定要切实际一点。这是一个悲催的故事，一位男士在相亲会上认识了一个姑娘，硬是追了人家6个多月呀。表情包快来一个。前2个月发展的还可以牵手，但后来女士就说呀，自己慢热，让男士啊别着急。就这样，男士啊在女士的鼓励之下，又是硬撑了4个多月。这半年呢是吃喝花了有2万多，男士就想着呀，是不是自己不够浪漫，他就策划了一场浪漫的表白，光这场仪式就花了5000多。原本想着呀，这次能够抱得美人归啊，结果表白那天呢，姑娘是当场拒绝，说认识男士啊才半年，连确认男女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不过呢，这个姑娘当场是拥抱了男士，说呀，自己很感动，这个年底之前呢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结果。你再说一遍。谁知第2天呢，男士啊就把女士给拉黑了。这女士就很生气啊，跑过来跟我诉苦，说自己啊已经开始喜欢他了，为什么他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马上就要成功了。大家听完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就我小时候跟我姥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家里养着鸡，就白天你得把鸡放出去，晚上呢再把鸡给撵回窝。这一到快天黑啊，我姥就让我去把鸡给撵回来。你们不知道那个有多费劲啊！你往左撵吧，哎，它往右跑；你跑快点吧，它就飞；你跑慢点吧，它就扇吧那个翅膀呀，在那跑，总是啊比你快那么一点。看你不追了，哎，它也不跑了，慢慢悠悠的在你面前是溜达来溜达去，烦死人了。你又觉得有希望了。那个时候我是最讨厌干这活的，你放弃吧啊，眼看着就要抓住了，你接着撵吧，哎呀，你是真追不上啊，追到最后实在是撵不动了，哎，就想着算了，不管了，放弃了。结果这鸡啊反过来又来找你了。这有些女人呢就是这样，你追她她就跑，你一停呢她就回来搭理你一下，给你希望了，哎，她继续跑。
就喜欢那种吊着别人的感觉，被别人吹捧的那种优越感。当别人受不了了，终于走了，哎，他又着急了，抱怨别人对他不好，不够坚持。这种女人呢，既不想跟你确认关系，又不想尽到女朋友的义务，但却希望你一直对她献殷勤，不要离开。千万不要拿慢热当幌子，这女人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比狼跑的都快，恨不得呀马上跟你确认关系。这有些男人呢，他就是看不清，甘愿当鱼。这相亲啊，本来都是快节奏，追你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有权享受被追求的快感，男士当然也有停止追求的权利。如果互相觉得合适，那1个月就应该有个结果反馈，如果不合适的话，就应该立马拒绝，让男士知难而退。这刘备请孔明可以3顾茅庐，那是因为人家孔明多智近妖，才比管乐，身高8尺，面如冠玉，人家配得上啊。而你呢，不掂量自己的分量就去考验别人，是他傻还是你自作清高呢？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呀，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她是痛定思痛呀，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啊，男士今年是28岁，母胎 solo 多年，性格是比较腼腆的，是一名程序员。那上个月呢，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这个2个人呢，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都只是简单的吃饭，偶尔呢去看看电影，彼此呀是都有好感，但呢也只是就是朋友的关系，突破不了。周4的时候呀，突然这个姑娘呀就跟这个男士说呀，周末想去威海玩，希望男士陪着，计划呀周5晚上走，周6晚上回来，说晚上走可以省时间。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就这样呢，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做旅游攻略。男士把这些事儿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这好哥们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得好好表现，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男士听完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哎呀，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说完呢，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改成了豪华大床房。那为了省钱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你说这男人真的是特别体贴，哎呀，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这周5就到了嘛，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蛮开心的这一路到了晚上，这2人就去路边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去了酒店，准备按照计划入住。谁知道女士说自己忘带身份证了，就没法去开房间，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用男士身份证入住，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男士一听就让女士放心，别着急，我去前台给你问问，我想办法解决。这去了前台一问呢，人前台说没身份证可以登记一下，现在公安都联网，是允许入住的。哎呀，就这样2人按照原计划女士住了豪华房，男士住了经济房。这住下之后2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毕竟豪华房间大嘛。吃饭的这个功夫这个姑娘就说辛苦1天了，要不喝点酒吧。男士一听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这明显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他就赶紧跟姑娘说自己不会喝酒。那就这样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些，聊了一会儿，男士就回房间睡觉了。这个生怕这个印象不好，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这第2天早晨8点左右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喊她吃饭。哎，谁知道人家女士说昨晚没睡好，今天补觉就不出去了。男士一听就有点着急了，那自己订了门票了，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这不是浪费了吗？最后姑娘就说说不去了，没有心情，说等睡醒了再说吧。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醒了呢，2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就赶紧往回赶了。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你谈过几个女朋友？这男士就说学校里不敢谈，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送女士回家之后没多久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说2人不合适，就算了吧。男士就懵了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也很有礼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为什么不合适呀？哎呀，为什么不合适呀？男士是想了3天3夜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哎呀，其实这个不合适的原因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
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女士能提出邀约呀，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把关系进行质的提升。结果男士却弄反了，大家怎么看？这接着下雨了，没有人来找我许愿啊，就特别闲呀。咱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颜值在相亲市场上到底重不重要？我可以先明确的告诉你相当重要。重要到你只要长得不好看，不合别人眼缘，那在相亲市场上你就算其他的优秀的光环再多都没屁用，往往结果是惨绝人寰。就有一位男士35岁，北京大学的博士，优秀吧，做科研工作的，年收入轻松是30-50万，人家父母都是大学老师高知干部，不论家庭还是自身条件他都是很优秀的，就是本人个子不高，而且偏胖五官长相他不是很好看，反正不合眼缘他相亲了4-5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这很多都是看资料满意，但一见到他本人都说没眼缘。反正所有的拒绝理由无非就是觉得男士长得丑。这前2年呢，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28岁，本科学历，有编制的小学老师，长相挺漂亮的，这男士挺喜欢。见了2次面也问过女士是否愿意交往，女士也没同意也没拒绝，男士就开始追车接车送，有教必应，礼物也送不停。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手都没有牵过，送姑娘上班都得离公司远一点。夏天呢，这个姑娘过生日男士给她安排了一个饭店最大的包间，现场布置得很漂亮。他跟女士说自己有事就不去了。其实呢，就想借这次机会给女士一个表白的惊喜。晚上呢，女士跟朋友就去吃饭了。这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黑灯男士推着生日蛋糕，手拿鲜花就进来了，单膝跪地就表白结果人家姑娘立马很尴尬，直接拒绝和朋友解释说男士只是普通朋友，大家别误会了。男士听到这很伤心转身就走了。女方被甩心里很不痛快说男士既然长得丑就不要脾气大，还情商低。在相亲市场上也有一些姑娘条件很好，但是因为长相呢是屡屡碰壁。条件好的男士都喜欢漂亮的，这条件差的自己他又看不上，人生他总是这么纠结。有句话叫做三观跟着五官走说直白一点，就是你长得好看，咱们俩三观就合适；你长得不好看，我们的三观它压根就不合。千万不要听对方说我这人不看长相，看人品的。我给人介绍这么多对象，我告诉你这个人一定很虚伪，人品都是需要先相处一段时间才看的。那第一眼看的永远都是颜值。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它就是这么不公平。95%的人不论男女大家都是看脸的。长得好看、条件又优秀的5%的男性得到了95%女性的爱慕与心动，而95%的男性去争夺那仅有5%的漂亮又聪明的女性。我不是去攻击那些看脸的男女因为不看脸并不是他们的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利己的择偶要求。明白这个基本逻辑，不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冠冕堂皇去伤害别人的理由，而是当你作为弱势群体的时候，如何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换句话说如果你是马云，就不要用陈冠希的那套方法，你要学会用自身的性格魅力。相亲市场上看脸现象是特别严重的，因为有对比有竞争。那你可以在生活圈当中多去努力，制造认识的机会。两性关系的和谐的点在于感觉，那你就要去制造这种感觉。比如说你情商高，会来事，会说话，或者说你性格幽默，或者说你做事有目标有方向，很淡定，对未来有规划，侃侃而谈。那女性呢，就是性格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明事理等等。这些性格魅力可以让你在两性关系当中占有优势。当你的性格魅力和能力以及内在的影响力超越过你的外貌，那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没有内在就去创造，谁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躺平和摆烂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不要自暴自弃。这萝卜茄子一筐菜，歪瓜还有裂枣爱，人生处处是惊喜破锅自有破锅盖。我跟你们说我最抵触的就是跟二婚女打交道，我真的是要快哭了就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脑回路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出门遇着得小心点，指不定人家在梦游呢。上午就有一位离婚多年的女士梦游到我这里了，要找对象，36岁离异，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夫。那她本身是不带孩子的，本科学历，在教育培训机构上班，据说是个校长，月薪在5000左右。咱也不知道这校长的待遇这么不咋地她呢是有车有房，长相普通，很瘦
他上来呢也不墨迹，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想找条件好一些的，这车房全款是必备。男士要长得好，条件好，要么赚得多，要么工作体面有权利，年龄还得要30到38岁，未婚或者是离异没生孩子，年龄大的还不行，带孩子的也不行，他怕人家有家庭啊，这麻烦事啊不断。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内心啊还是很平静的。那许愿池里的那些王八们啊，他们也没什么意见，我们呀都见怪不怪了。这以前吧，我还急得呀直跺脚，耐心去劝呀。现在知道了啊，压根儿就劝不动啊，那咱就听热闹就好了。等这个女士呀终于说完了，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这优势啊在哪里？这有的姑娘她要求高啊，但是人家啊她自身呢她情况好呀，咱呀可不能狗眼看人低呀。她说呀，自己的优势在于身材好，经常练习瑜伽，这个比较自律，学历呢是本科，工作稳定，自己不带孩子，而且前夫也不需要她来出抚养费，父母在家里呢是种苹果的啊。我说挺好，那你要彩礼吗？女士听了说呀，彩礼肯定要的呀，这条件好的人家也不差彩礼吧。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前夫就给了10万，我也为了这个家呀操劳了不少，那二婚总不能比一婚还差吧。听完呢，我就对这个女士说呀，哎，你还别说啊，这前些日子啊，真有一位女士和你情况差不多，37岁离异还带个孩子，本科学历在私企上班的，人家就找了一位啊34岁啊留美回来的博士，未婚，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年薪都超过100万了呀。这两人结婚了，现在过得很幸福。女士一听啊就特别来劲儿啊，这眼神啊是锃光瓦亮啊，真的呀？那还有这样的男士吗？我说我还没说完呢，人家女士父母经营家族企业，年收入啊少则几千万，本地一套别墅啊全款，人家说买就买，家里孩子都不用老人带，保姆都雇了好几个，男方给了彩礼100万，人家女方陪嫁车房直接写男方的名字，那你有什么？你能给人家男方什么呀？女士听完就跟我说呀，那这种条件好的女的，那世上也没有几个呀。我一听，对呀，那优秀的男人他也没有几个呀，人家凭什么要娶你啊？大白天做梦还没有睡醒吗？要啥啥没有，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么敢提要求啊？人家条件好的，未婚的都一堆上杆子的，显着你了还？你以为多出那3000多万的男人是任你挑还咋地？你一听搁农村的，那甩脸子就走，你那2个眼珠子啊，他都看不下去，都离家出走了吧？就剩你搁那瞎找的。你家厕所就穷的没水没镜子吗？动不动就要找条件好的有能力的。有些女士哈，我一听这条件我都气得要命，明明自己啊段位很 low， 非要幻想着跨越阶级找对象，幻想着王健林当你爹。不是不能找条件好的，而是你得看看你自身的价值配不配得上这个要求啊，有没有资本能竞争过其他的女士啊？配不上呢，咱就悄没声的回家关门睡觉。王八们送客以后啊，把门关紧点，这种人不让进。哥们儿姐妹儿，咱们来找对象能不能实在一点？我实在是吵不了，给你们交对象啊，那都跟猜灯谜一样，我都得猜半天。今儿一个姑娘来找我找对象啊，跟我说呀，自己一点都不挑，要求呢就3点：人品好，有上进心，有责任心。哎，听着感觉是挺好啊，看着要求是挺简单，实际上呢是难于登天啊。我就问他呀，对这个外形长相这一块有没有要求？他说男人的长相啊，对我来说呀不重要，人品最重要。我真的很纳闷啊，比你矮的要不要？脸先着地的要不要？瘦的就跟个大烟鬼一样，或者是胖的跟个二师兄的要不要？他说呀，哎呀，那也别太矬了啊，稍微好看一些。那就是说，其实长相还是挺重要的。其次呀，还得有这个事业心和上进心。请准确的描述一下什么叫做有事业心呀？在工厂打螺丝，1个月2500，工作认真负责，每天最早到最晚走，打扫卫生，收拾仓库，有望升职为组长，1个月就可以拿到3000。顺利的话，3、4年呀，能升任包装处处长，1个月4、5千，这算不算有事业心呢？还是同样在工厂打螺丝体验生活的厂长的儿子，1个月也是2500，人家每天躺平混吃等死，突然有一天呀，继承家产，分了2个工厂，转身一变成了厂长，外加分了6套房子和1000多万，每月光收租就上百万，这种算不算有事业心呢？你会选谁呀？在你眼里衡量事业心的标准是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还是可预期的赚钱能力啊？还有就是你说的要有责任心啊，这个咱得具体分析一下。他是一个律师，有了案子，连续3个月过家门而不入，算不算有责任心呢？他是个专家，哪里需要哪里搬，整日为了工作，3年回家2次，不知道儿子上了几年级，算不算有责任心呢？他是个创业公司老板，每天筹业务、筹钱，筹下面几十口人的薪水，住办公室飞全国各地，没时间管老人孩子，都是你一个人在忙碌，这算不算有责任心？
对了，他赚不到钱呀，还要把你们唯一的房子给抵押掉。还是说你只要他对你有责任心，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得出现，对你无原则的不抛弃不放弃。所以啊，承认吧，你对外形啊、收入、工作、家庭啊都是有要求的。想找有事业心的意思就是想找啊，暂时不富裕没有关系，希望以后能有钱，现在能让你捡个漏的，对吧？承认呐，你就是希望对方长相平均线以上，身高平均线以上，工作体面，有可预期的发展前途，能够不计回报的对你好，而且还只对你一个人好，再加上定义含糊、拓展性极大的成熟、稳重、有责任心等等这些词啊。以后啊，咱找对象，咱明说行吗？你不能又想要里子又想要面子，太双标吧？你哪怕明确告诉我，帅过郭富城，比王思聪有钱的，我都能有方向呀。我能帮就帮，不能帮也不浪费大家的感情了，对吧？不要让我自己去猜你喜欢什么样的，再这样啊，我就生气了，哼，烦死了。